普京欢迎中国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访问了马里乌波尔，这释放了什么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近日在访问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又走访了处于乌克兰军队威胁下的马里乌波尔。在中国要斡旋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这件事看上去非常敏感。克里姆林宫网站随后又发布了普京在中国报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普京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感谢中国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中采取的平衡路线，了解其背景和真正原因。我们欢迎中国愿意在化解这一危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普京对中国斡旋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呢？首先，普京表示同意中国调解危机，不只是表达对中国的尊重，而是反击西方霸权的重要方式。美国最害怕的不是乌克兰军队失败，而是自己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被边缘化。所以，不管中国是否斡旋成功，俄罗斯一定会力挺中国进行斡旋，因为只有中国有实力，也愿意采取平衡路线。普京需要这样的声音。第二，中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虽然与俄罗斯的诉求有差距，但是由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特别是欧洲在明斯克协议问题上对普京的欺骗，导致俄罗斯不大可能再相信西方国家。俄罗斯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过去是把德国和法国等国当成是朋友，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前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对俄罗斯非常不利，能坚持平衡路线的国家并不多，而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说实话，如果俄罗斯不重视中国的斡旋，那么能够从乌克兰战场上解套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如果战争再打多年，不管乌克兰能不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至少俄罗斯会被消耗成一个二流国家。对于一个世界大国来说，不是开疆扩土就是赢了，而要看这场战争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已经陷入长期化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军队的北约化，俄乌之间的民族仇恨的加深，都意味着俄罗斯只有通过停火和谈判才能避免被进一步的消耗。现在有一点是肯定的，俄罗斯军队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普京的战略目标，和平谈判是唯一的出路。只有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才有可能慢慢取消，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第三，我们要看到普京访问马里乌波尔，预示着不会在并入领土问题上让步，而这又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短时间内没有解决方案。俄罗斯未来会不会做出让步，能多大程度上做出让步，关系着中国方案最终是否有可行性。由于俄罗斯是一个领土没有1寸多余的国家，在通过法律层面让出乌克兰的这4个州，希望非常小。而西方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一定会通过军事手段让俄罗斯军队撤军，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结。普京访问克里米亚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接着访问马里乌波尔，应该就是向西方表达不会退让的决心。所以普京一边会支持中国成为乌克兰危机的调解者，一边又不大可能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这就是俄罗斯未来最有可能采取的策略。而西方国家正好可以继续让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打下去。如果这场危机最终将以一方在消耗战中难以承受而结束，那么这样的结果只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我们则希望这场战争最好能够以中国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倡议而结束，因为这样的结果才是真正符合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利益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